你可能听过波音空客洛克希德，但你有没有听过麦道，一个曾经与波音并肩统治天空的巨头？现在呢，连名字都快没人记得了。麦道到底是谁？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今天的故事绝对比你想的还精彩。时间回到1939年美国加州，一位名叫唐纳·道格拉斯 （Donald Douglas） 的年轻工程师创立了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目标很简单，做出全世界最好的飞机。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他在1930年代打造的 DC-3被称为改变世界的飞机。为什么？因为在他之前，飞机是有钱人的玩具，但在他之后，航空公司终于可以靠卖机票赚钱。这是因为 DC-3首次实现了在舒适度、速度和运营成本上的完美平衡，从而真正进入商业盈利时代。其实 DC-3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 DC-1、DC-2 多次改进的成果。尤其 DC-2 在1934年一推出，就被荷兰皇家航空 KLM 拿去飞长途航线，并在一场著名的1934年麦克罗伯逊 Mac Robertson 空军竞赛中取得了第2名，奠定了道格拉斯的专业地位。可以说 DC 系列的设计是一步步试出来的真本事。DC-3大卖，全世界几乎每一家航空公司都在用，道格拉斯公司一飞冲天。但很少人知道 DC-3的成功还有一层精明的商业策略。道格拉斯提供了一个标准设计平台，允许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大量定制化修改，这极大地锁定了客户，也证明了唐纳·道格拉斯本人既是工程师，也是出色的商人。二战一爆发，美国政府一声令下，道格拉斯公司几乎被整合进了军工系统，生产的 C-47 运输机、SBD 俯冲轰炸机成为盟军制胜的重要力量。到了战后，道格拉斯继续发力，推出了 DC-6、DC-7 等商用机型，成了民航界的代名词。但在从战时的大量生产模式切换回和平时期的竞争市场时，道格拉斯的管理层显得过于自满且官僚，他们认为自己是行业老大，对技术革新不够积极。当英国哈维兰彗星 Comet 推出喷气式客机时，道格拉斯反应迟钝，坚信螺旋桨飞机的可靠性。这种保守的看不起新技术的态度，为他们与波音的竞争埋下了隐患。但此时有一个名字即将登场，麦克唐纳。麦克唐纳是谁？詹姆斯·麦克唐纳 James McDonnell 是另一个飞行狂人，他和道格拉斯一样，也是搞飞机的，但方向不同。麦克唐纳专做军用机，而且很会搞尖端科技， F-101 魔鬼战斗机、F-4 鬼怪战斗机都是他的代表作。麦克唐纳公司由杰克·麦克唐纳以极度保守和成本控制著称，他信奉不制造你付不起的产品。与道格拉斯的工程师文化不同，麦克唐纳是会计师文化主导，每一个项目都必须精打细算，利润优先。两家公司，一个做民航，一个做军机，原本井水不犯河水，但到了1960年代，局势开始改变。道格拉斯开始力拼喷气式民航机，推出 DC-8来对抗波音707，但开发成本太高，管理又混乱，最后还交货延迟，搞得客户跳脚，公司财务也开始吃紧。不仅晚了，而且出问题。当时 DC-8的早期型号尾翼容易在高速下震动，导致多家客户犹豫观望。但这里有一个转折，虽然707赢得了第一和泛美航空这个最重要的客户，但 DC-8通过在机翼上加装开创性的超临界翼面，使得它的后期型号在性能上甚至超越了707，尤其在燃油效率和长程航线上表现更佳。然而技术上的优越性没能挽救财务上的困境，道格拉斯为 DC-8 付出的成本超出了预期，就像是打了一场技术上胜利但财务上惨败的仗。更致命的是，波音早就抢下了泛美航空、环球航空等大客户，道格拉斯连起跑线都被卡住。而另一边的麦克唐纳虽然赚钱，但野心很大，想进军民用市场。就这样，1967年，两家公司强强联手，合并成为麦克唐纳道格拉斯 McDonnell Douglas， 简称麦道。从此一个航空新巨头诞生。但与其说是强强联手，不如说是军工巨头吞并了资金枯竭的民航先驱。麦克唐纳看重的是道格拉斯的庞大民航客户群和工厂，道格拉斯则急需麦克唐纳。
那稳健的军工订单现金流。主导合并条款的是麦克唐纳，原到格拉斯的管理层迅速被边缘化或替换。从一开始，这就是成本控制战胜了工程创新的信号。合并后，麦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新的民航主力机型 DC-103 引擎宽体客机。这款飞机的对手是洛克希德的 L1011和波音的747。DC 10定位中，长程载客量适中。DC-10和 L1011是双胞胎竞争者，但他们的命运却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企业价值观。洛克希德的 L1011技术上更先进，但成本控制极差。麦道的 DC-10则牺牲了一些冗余安全设计，以更低的价格和更快的交付时间赢得订单。这场竞争本质上是技术完美主义与成本效益优先的对决。其实3引擎的设计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而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当时 FAA 规定双引擎不能飞长途跨洋航线，航空公司又嫌波音747太大太贵，于是就催生出3引擎的 DC-10。听起来很折中，但也埋下了后续复杂性高、维护困难的隐患。结果一开始还真是卖得不错，但1970年代一连串事故让麦道陷入麻烦。最严重的是1974年土耳其航空981号班机失事， DC-10货舱门设计缺陷导致在飞行中掉落，机身失压，346人罹难。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发现，早在事故发生前，麦道和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就收到了关于货舱门设计缺陷的报告，但麦道却通过成本更低的行政修改，而不是全面的工程改造来处理问题。这暴露了麦道管理层在安全问题上的成本优先思维。真正的致命一击是1979年的美国航空191号班机失事芝加哥。这起事故是由于不当维护操作导致引擎脱落， FAA 随后发布了史无前例的紧急停飞令，所有美国注册的 DC-10被勒令停飞。尽管事后证明事故并非源于飞机设计，但这次事件彻底摧毁了公众对 DC-10的信心，并导致欧洲安全机构也全面禁飞。DC-10的阴影从此成为航空史上最深的伤痕。虽然后来修复了问题，但 DC-10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当然，麦道也不是一蹶不振， DC-10后期的货机版相当成功， UPS、FedEx 都买来用到现在。但问题来了，当麦道还在卖 DC-10的时候，波音已经推出了777，空客则搞出 A330。麦道的更新速度太慢了，他们也想追啊，于是推出了 MD-11来接班 DC-10。可惜 MD-11一开始就问题连连，这不是简单的设计失误，而是内部资源匮乏与高层决策失误的恶果。麦道管理层要求 MD-11必须在低成本、快速上市和高续航之间寻求不可能的平衡。他们过度依赖空气动力学改进，如一烧小翼来弥补旧机型的缺陷，而不是从零开始重新设计。最终 MD-11的性能未能达到麦道自己承诺给客户的规格，尤其是续航油耗等关键指标。本来最看好的客户新加坡航空直接把刚交付的 MD-11全数退货，一巴掌打得麦道脸都肿了。而更致命的是，公司内部也出问题，麦道长期偏向军工业务，民航反而成了配角，研发预算少，团队被压榨，领导层又保守。这种状态下怎么和波音空客拼？从二战后开始，麦道就是美军的御用制造商之一。F4鬼怪战斗机、F15英式战斗机、FA-18大黄蜂都是经典。军机很赚钱没错，但开发周期长，对现金流压力巨大。一旦竞标失败，前期的巨额投入就难以收回，风险极高。1980年代，美国进入冷战末期，军费增长放缓，麦道的军机业务也开始吃紧。他们押宝的新项目 YF-23黑寡妇在先进战斗机竞标中败给了落马的 F-22。YF-23在超音速巡航和隐身性能的某些指标上更胜一筹，拥有独特且优雅的设计。然而麦道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缺乏系统的成本控制能力和政治游说资源，以及军方更青睐 F-22的技术成熟度。这场失败不仅仅是项目失败，它还导致了麦道大量顶尖的军工人才流失，研发部门士气跌入谷底。军方不是慈善机构，他们要求你省钱，
还要你交付准时，搞军机越来越难做，更何况麦道在民航市场已经边缘化，你说这公司还能靠什么撑？其实麦道不是没试图翻身，他们曾经考虑过搞合资项目，其中与中国合作的 M80、MD90 系列合资生产项目中道计划是其全球化策略的最后尝试。这个项目虽然成功，但全球市场并没有买账，且合资项目的复杂性和高昂成本未能帮助麦道摆脱困境。麦道想推的新一代单通道客机 MD95 试图对抗波音737和空客 A320， 但资金不足，只能拖拖拉拉，到了1990年代才勉强完成设计。麦道最大的失败在于未能成功开发出与波音737和空客 A320 竞争的新一代单通道客机。单通道市场是航空公司的核心利润来源，失去它就失去了市场的根基。这时候市场早被瓜分完了，夹在中间的麦道既没钱又没市场，日子越来越难过。终于到了1997年，麦道做了一个决定，卖掉自己。谁来买？波音。就这样，曾经的航空霸主麦道正式被波音并购，彻底走入历史。首先你要知道，虽然麦道这个名字在民航领域消失了，但它在另一个领域一直是超级大咖。军机 F-15 英式战斗机、FA-18 大黄蜂，以及麦道最后的军用巅峰之作 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都是麦道留下的遗产。波音也继承了麦道的鱼叉、Harpoon 和战斧 Tomahawk 导弹项目。换句话说，麦道虽然品牌没了，但灵魂还活着。但有趣的是，并购之后，波音虽然没保留麦道的品牌，但却大量使用了麦道的工程师军工体系。更重要的是，麦道的会计师文化，那种将成本和股东价值置于工程安全之上的哲学，逐渐取代了波音传统的工程师文化。这次并购被航空界讽刺为波音买下了麦道，麦道吞噬了波音的灵魂。甚至有评论认为，后来的737 MAX 危机背后，正是这种追求极致的成本效率、压缩测试和培训流程的麦道幽灵在波音的管理层中作祟，让曾经以安全为荣的波音走上了极端商业化的道路。但这是业界广为流传的分析观点和反思，而非官方定论。但我们还是要回到问题本身，麦道为什么会失败？如果总结其核心问题，那就是战略保守措施转型。麦道一直活在 DC-3F4、DC-10 的光环里，但时代早就变了，民航市场开始讲究系统整合、客户服务平台战略。另外一个问题是资源分散，麦道一直在军民两头烧钱，却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做两头都强，结果两边都顾不好。但说到底，麦道是那个年代里最有梦想的公司之一，它曾经改变过世界，让飞机从贵族玩具变成大众工具。它曾经挑战波音征服高空，撑起一整个产业。今天你在空中看到的每一架 MD 货机，每一个依旧飞行的 F-15都是麦道留下的痕迹。所以我们最后来问一个问题，麦道真的消失了吗？也许从品牌来看，它确实不在了，但从天空来看，它还在每一次起飞与降落中，用另一种方式继续飞行。这就是麦道的故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告诉我，你还记得麦道吗？你坐过他们的飞机吗？